哈特島被譽為世界上最恐怖的島嶼之一，位於美國紐約市東北的布朗克斯區長島灣西端，面積約為 0.53平方千米，長得奇奇怪怪的。1864年，該島上建立了美國有色人種部队的训練场。之後美國內戰時期被當作聯邦戰俘營，後來又被改成了精神病院、結核病療養院、無名墓地、監獄、收容所等等用途。後來這個島上還被計劃要建一個遊樂園，但是最終並沒有完成，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恐怖的一個地方要建一個遊樂園，為了讓它更加恐怖。一直到1977年，這個島上的最後一批建築被廢棄之後，紐約市將這個島改造為臨時墓地，埋葬無親屬認領的死屍。那不是更恐怖啊？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艾滋病患者、瘾君子、被餓死或者凍死的流浪漢等等。直到现在，哈特島已經埋藏了超過100萬具遺體。它的背後隱藏着無盡的悲情故事，這裡是真實的人間，每一寸土地都在控訴着人性的醜惡，每一具骸骨都在等待着遲到的正義。因此紐約市民稱哈特島為窮苦人的生命終點，並被紐約市列為禁地。這一禁就導致很多人猜測，一座普通的亂墳崗而已，為什麼要禁止普通人登陸？对啊，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陰謀論出現了。很多人堅信這個哈特島上正在從事一些不被國際社會接受和認可的實驗項目，而實驗的對象就是那些無人認領的屍體。對，就是那些流浪漢，他們被當作實驗對象，太殘忍了。做一些比如說基因實驗或者人體改造之類的。實驗結束後就會被埋藏在哈特島的地下。艾格爾頓被稱為鬼魅小鎮，這有鬼嗎？就是特別的詭異。這個小鎮，2008年9月，麥克諾蘭在谷歌地圖上發現了它。地圖上顯示，這是一個位於英格蘭西北部西蘭開夏郡奧姆斯科克南方的 A59公路附近。麥克諾蘭也住在附近的小鎮，但是卻從來沒有聽說過艾格爾頓的存在。於是好奇心就驅使他在谷歌地圖上考察了一下這個小鎮的信息。谷歌地圖提供了艾格爾頓當地的氣候、房地產、就業資訊等很多方面的信息。他還問了很多身邊的人，但是沒有一個人聽說過這個小鎮。會不會是以前這個小鎮存在，後來搬走？他同事聽完他說完這個事情之後，就也很好奇。於是2009年，他們同事就按着谷歌地圖標記的地方去了，結果發現這裡只有一片叢林和草地。這個事情在當時就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很多人猜測，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時空錯位或者平行宇宙事件？甚至網上還有好多人自稱就是艾格爾頓的居民，在網上發帖說，為什麼全世界都在說自己的小鎮不存在？這麼神奇嗎？对，谷歌地圖对此也一直沒有給予回應，直到2010年，谷歌地圖將艾格爾頓的相關內容全部刪除。從此之後，艾格爾頓就變成了一個傳說，沒有人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當我們在用谷歌地圖瀏覽俄羅斯東西伯利亞海的時候，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什麼東西。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是被塗黑的，對呀，刻意被塗黑的。但是我們繼續放大來看它這是啥？它有，這像是一些冰川，但是很明顯這個冰川是劈進來，它根本不屬於這個地方。那麼這個地方到底有什麼呢？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一個島嶼的，這個島嶼叫做珍妮特島。這島有什麼奇怪的點嗎？這個島在2018年之前是可以建的，通過谷歌地圖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之後被谷歌地圖給抹黑了。為什麼抹黑？一般情況下，谷歌地圖在更新一次地圖的時候，都會提前跟各國取得聯繫，並且明確一些需要被隱藏的地點，比如說軍事基地秘密地區這些地點有的會被直接打上馬賽克，有的會被直接塗黑，像這樣，還有的會要求谷歌把它們處理的看上去好像什麼都沒有，這樣就更隱蔽一些。比方說，這裡原本是有一些建築的，但是谷歌地圖需要把它們 P 成一片森林或者一片農田，讓根本沒有人會對它起疑心的時候。但是這片區域在2018年以前沒有被隱藏，現在卻隱藏了起來。而且你在用谷歌地圖看它的這個歷史圖像，你看歷史圖像它這也沒有，也就是說它2018年的這次更新把歷史圖像中的這個小島也刪掉了，就很奇怪。如果是從2018年開始這個地方建立了一些需要隱秘的東西，那麼以前的衛星地圖為什麼要隱藏起來？這件事情被發現之後，就有記者向谷歌提問，這裡為什麼被突然就塗黑了？一般面對這種問題谷歌都會說是因為哪個國家的要求，或者說直接告訴你這就是軍事基地或者是核電站最不濟也會告訴你因為這裡的畫面不適宜公開之類的話。但是面對這次提問，谷歌方面沒有給予任何回應。陰謀論主義者猜測這個小島被俄羅斯拿去建立秘密軍事基地了，原因就是這個地方離阿拉斯加比較近。
南極洲啊，在衛星地圖上一直都是大家比较感興趣的问题啊。由于卫星軌道問題呢，南極點附近的一大片區域，我們都是沒有辦法通過谷歌地圖來看到清晰畫面的。除了這個地方之外啊，南極洲的其他地方雖然能夠看到，但是有很多地方都被打了馬賽克，或者說我們看不到高分辨率的畫面。這也為認為南極洲有外星基地的人，或者隱藏有史前文明秘密的一群人啊，提供了無限的遐想空間。還有一些自稱是在南極洲有過飛行任務的人，他們声稱自己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飛行路線會被各種各樣的限制，因為南極洲有非常多的禁飞區。这個我知道。甚至還有人說自己在飛行的時候看見了地面上有巨大的洞口，懷疑南極地下有一個秘密基地等等。而事實上啊，我們也能夠在谷歌地圖上看到南極洲的一些地方有很多的洞和一些奇怪的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今天就跟大家分享3個比較奇怪的坐標。第一個，在這個點啊，我們可以看到有18個叉狀物體，還有4個條形物體，它們都排列非常整齊。這要解釋為自然形成，那就太不現實了。於是呢，就有人猜測，這似乎是一個被掩埋的外星飛船。這是外星飛船露出來的一些東西。這個結構呢，北部啊還有一個類似地下入口的地方。對，看上去很像是一個基地的入口。我們把這個地圖啊調整到2013年，你看啊，2013年的時候，這個地區很明顯這是一個人為，這裡有一個像飛機跑道一樣，這看起來就是有人在這兒施工。查過資料之後得知啊，這其實是一個德國的考察站。好吧。第二個，南極洲的不明生物，看这是什麼？2013年12月，谷歌地圖南極洲附近的海域出現了一個看上去非常巨大的怪物，而這一幕呢，正好被谷歌地圖給抓拍到了。我們用谷歌地圖的自帶的這個測距工具，這應該是一個將近70米的一個不明生物。此事一爆出之後啊，就有一個叫斯科特·沃林的人聲稱自己曾經在南極洲附近乘船的時候親眼看見過這種水怪。根據他當時目測，這個怪物呢有120米長，形狀看起來像一個章魚。第3個坐標，嚴格意義上來說呢，第3個坐標它並不屬於南極洲大陸，而是在大西洋靠近南極洲的喬治亞島。我們把時間軸往後調一調，你調到2010年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有一個奇怪的物體，而且還拖動了一個這麼長的印記，明顯這個東西是在移動的，這是像是那種滑雪的人。這不是人啊！繼續拿這個測距工具啊來試一下，這玩意兒有多長？75米。哇！一個70多米長的物體啊，拖出了一道近1公里的印記。很多人猜測這是一艘墜毀的 UFO 墜落在地面之後滑行出來了這樣一個印記。後來地質學家理查德·沃勒表示，這其實是西北方向因為雪掉下來的一塊石頭，掉下來的巨型冰川。說實話有點讓人失望啊。不過相信南極洲存在 UFO 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我們以後會分享更多在南極發現的奇怪地點。好的。